我刚接触到这个出体这个圈子，了解到我在高中时期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原来叫做出体，然后原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观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读过，在读《三体》的时候，我会很震撼。我说大刘这个脑子怎么这么牛逼？然后他可以想出这么绝妙的故事来。这个架构为什么可以写得这么宏大，这么有意思？就是在出体之前的话，我会觉得他的这个书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对这个作者的震撼。我觉得这个作者他一定不是一般人，他的脑子跟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面。然后呢，就大学接触到出体这个圈子，然后世界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我就理解大刘为什么能写出《三体》。我甚至觉得，就是我自己似乎也可以写一部类似于《三体》一样，就是有着超级大的这种世界观、宇宙观的这么一部科幻著作出来。就是从以前的那种不可接近变得可以接近了这种状态，说不定这个大刘他就是一个出题者，只是他没有讲出来。我接触过有的那种就是修行的人士，他说他打坐冥想嘛，就是相当于你们做过那个禅定的时候，忽然有一瞬间你会进入到一种状态，那种状态就是你整个信息嘛，整个宇宙人生奥秘的这个信息像瀑布一样倾泻到你的大脑里面，然后信息过载。而且他也说，他说实际上最高深的那个宇宙的秘密，是世界的真相，它是可以用那种很简单的言语，就是老奶奶都能够听得懂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然后待会儿我们好像要聊这个三体是吧？然后也挺期待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非常好。那你们一般晚上几点钟睡觉？我大概是12点过，所以说正常的就是你沟通的那个进度没有问题。那你有呢？看情况吧，有时候聊得尽兴一点，你想聊到1点钟也可以，2点也可以。对的，那我现在特别有状态，因为一直都很期待瑞航，从去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找机会，现在终于能够迎来了。而且我一直都超级想聊三体，Neo 是航天背景的理工男嘛，然后我这次我直接从三体的第3部的男主来聊，因为我们前面不是也聊了职业嘛，然后那个三体第3部它的那个时间线其实大概就是在2020年左右。那位主角嘛，叫做云天明，就刘慈欣笔下其实就是北航毕业的有一位学生，但是呢，因为他在北航各方面资历平平，家庭平平，丫鬟的命，小姐的心，然后他性格又特别的内向，一直都交不到什么朋友，所以就很阴郁嘛。然后呢，他就暗恋上了他们班的有一位大学同学，叫做陈欣。那个女孩她是完全是像圣母一样的心，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就像凯文那样。因为陈欣他对所有的人都是充满了那种朝气嘛，云天明他就感觉哇，那原来第一次发现有人他对我那么好，其实陈欣他是对所有人的都那么好嘛。然后呢，他仿佛就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嘛，就是在他那阴郁的人生当中点起了那么一丝灯火。但是由于他性格比较，他一直都不敢表白，只是心中默默暗恋着陈欣。因为一般第1部的话大家都看了。然后第2部的话，我一想到第2部，人家就它里面涉及到有一些那些量子力学啊，很玄的一些高端名词嘛，然后讲着讲着，很多人都趴下了，都没耐心了，所以我的那个逻辑就是我先讲第3部，因为讲的人比较少嘛，后面讲第1部，最后讲第2部。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晚上讲完，就是可能后面几个月做一个系列来讲。对，然后而第3部它是最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这个时间线它是从我们现在2020年代的这个时间线开始往上走的，后面一直是说讲到2000万年之后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它更有那个现实的那种代入感。对，好，接着来聊了。后来他们就参加了有一次同学聚会嘛，然后同学聚会上呢，他跟他们班的有个很有商业头脑的朋友嘛，我就管他叫 Cloud 吧，坐在草地上面去晒太阳，大家都很口渴嘛。云天明他就直接从草地上扯了几片那个
春天的青草嘛，青草，然后把它揉碎了，塞到瓶子里面，它瓶子里面还有一些水，然后它摇，打开了之后喝了一口，再告诉克劳你也可以这么试，绝对保证超级好喝。喝了之后就感觉这是什么味道？怎么是苦的？他说你细品，酒好喝吗？烟好抽吗？上瘾的东西，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都不是很美好的，但是你喝着喝着，你就会觉得它充满了维生素，充满了春天的能量。然后这么一想了之后，后来 Cloud 他就有了一个灵感，他就去创业了嘛，他就拿着这个点子嘛，相当于青草版的农夫山泉。然后这边再说到那个袁天明，他毕业之后嘛，他就去找工作。在这个时间线里面，到了那个2020年代、2030年代，就是那个私人航天、民营航天嘛，蓬勃发展。航天专业毕业的人，除了进军工、进科研所以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像10年前的那些 IT 互联网公司一样，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嘛。那哪怕他好像是相当于很中等啊，智商平平啊，但是他也很容易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嘛。但是另外一个时间线又说到程心他是那个相当于学霸加女神。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保研嘛，然后去了美国，然后他就进了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的那个工作。然后为什么会有个行星防御理事会呢？在这个时间线里面，就是我们地球人已经渐渐的意识到离我们4光年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三体星球、三体星系的那么一个三体人，貌似要来入侵我们地球。但是呢，他入侵我们地球的话，表示当时已经100%确定了，他们那个文明的那个开发程度比我们地球文明要先进，差不多1万年。你想1万年前石器时代是什么样？然后它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当代文明要先进1万年，他们已经能够造出了庞大的那种就是2000多艘飞船的庞大的舰队，而且每一艘飞船它的那个速度都可以达到光速的1%。可是呢，不是前面说到了吗？就是那个光速的1%。它离地球有4光年，那也就是说它可能是400年之后它才能够到达我们地球。所以呢，这个时候地球人就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恶势力，他要来侵略我们，那我们就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嘛，然后联合国的权力加强，联合国的经费增加，就召集各国的精英嘛，到美国联合国就是成立了这么一个行星防御理事会这么一个组织，来一起商量着我们怎么样来对付三体人。对，我停顿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这个故事，我有看过，这个故事应该挺火的吧？就是网络上很多讲这个故事的。瑞涵有没有看过这个书，或者知道这个故事？我刚刚也大概了解了一下那个三体，然后我感觉它的那个立意还挺高的，所以说我还挺想听讲一下接下来故事的走向跟转折，感觉刚刚是有了一个铺垫，就感觉要被引爆了，但是刚刚突然就插进来一个互动。所以你们就不需要看，不需要听，就直接听咱聊就行了。咱再做一期节目，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那个美剧版的三体真的是改的面目全非。他找的那些华人的那些演员嘛，就你看他面相都是那些在国外长大的。但那段我掐掉，这段我掐掉，我只是个人吐槽一下，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那个华人，他们的那个五官呢，基本上都比较大大咧咧，大脸盘子。为什么？因为他说英语嘛，说的比较夸张，挺好玩的。对呀，就是说英语说的很夸张嘛，然后面部的肌肉全部都撑开了，所以就是那样。然后他们性格上稍微更加放得开，更加自信一点，但是他少了中国的这种含蓄，这种精致。然后他里面找的那些主角的那个相当于那些性别都给改了，性别找的所有的那些几个主角都是牛津的人物，好像全地球都就只有牛津这么一个村儿。然后那个就是腾讯版的话，我个人觉得还行。腾讯拍的那个《三体》嘛，就是他那个精致啊，他请的都是相当于符合中国审美的一些中国的演员，而演员的演技也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就是话又说回来嘛，因为我们看书的时候，你可能有1000种形象，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哈姆莱特，但是要是你去看那个已经拍好的那种电影或者电视剧，哪怕他拍的再好，那他可能也只有一种形象。就是他是导演的那种塑造嘛，然后他那个书里面他会给你更多的一些自由度的想象力。电影的话，因为你毕竟你要把它显化出来，也不是说所有的那些书里面写的一些道具或者说他心理活动都能够通过镜头来表现出来，所以说我看书我看的要更加的那个就是入神。而且三体一开始我
感觉什么玩意儿，根本就看不懂。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了，因为现在很多那些小说啊，包括那些电影，他都喜欢这么写，他不是说一个故事平铺直叙的讲下去，而是说他一个故事里面可能有6个主人公，然后在同一个时间线，6个人互相之间有交集，它是6个小故事。我的那个 A 的开端的时候，正好要进入 B 的时候，它又插入一个 B 的开端，然后又插入一个 C 的开端，然后再跳回到那个 A 的高潮，然后又跳到 B 的高潮，就是这样子来回切换，结果最后把人都给搞晕了。所以后来我读三体的时候，我就直接跳着看，从 A 的这个开端嘛，我直接跳好几十页，然后我就不看 B 了，我就看 A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的话，就是了解到了一个人物他一个线性的发展的流程，然后再看 B 线性的发展流程，然后之后哇，天哪，太震撼了！我看他这整个宇宙观、整个场景，我就头皮发麻，就感觉这个宇宙比我想象中的可能要大的更多。有什么话题我们可以一起延伸的，或者是延伸的，就接着说嘛。然后那个前面不是说了吗？女学霸陈曦嘛，她不是去信息防御理事会，她作为一个实习生嘛，她去防着那些三体人。对，后面他们通过就是跟三体人的通信嘛，他们就慢慢的发现了这一种生物嘛，它没有那个大脑，它没有嘴，它是通过心电感应、心灵感应来进行沟通的，而且甚至他还觉得这个很高级，觉得人的话，你通过嘴说出来。一个意思，比如我们做了一个梦境嘛，那它是像电影一样，是整个像视频有个画面的，但是我把它写在纸上的话，那可能这个信息它的密度、它的那个维度要少了很多嘛，信息量会少了很多，所以他会觉得像人类，你得通过喉部发生震动，然后通过这个声波，要把你那么高频的、那么丰富信息量的那整个全息投影、整个视频、整个电影、整个历史，你把它表述出来，他认为是一种很落后的器官啊。但是人类的话，恰恰就发现，你通过脑电波的心灵感应、心电感应，哪怕你比我们地球要先进10000年，但是你没法撒谎呀，对不对？那所以说他们看《三国演义》完全就看不懂嘛，就是怎么各种各样36计，各种各样怎么坑人、坑蒙拐骗。来将计就计，他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要派一个间谍，把他派到三体人内部，打入到他内部，他所有的思想都是透明的，他所有的那些战略计划规划，他的那些计谋，在我们人类的那个好像看似要落后的这么一个文明面前的话，那完全就是透明人，那我们就很快就会把他的核心科技掌握了，然后我们来抵御他。对吧？所以这就是当时人类想到一个计划，但是三体人他又不是傻子，他难道会眼睁睁的看你派一个间谍过来弄我们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毕竟我们是2个不同的那个文明，隔着相当于就是几百年的这个远距离嘛，虽然我们那个电子邮件通信互相相爱相杀的那么大几十年，就是从文革的时候到2020年代，但是如果是说你能够有一个肉身的一个人类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一个外星生物，对于三体人来说，诱惑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到了有一个阶梯计划嘛，就准备计算三体人飞向地球的这么一个轨道，然后呢，就准备发射有一颗那个飞船嘛，把它尽量加速到人类最快的速度，然后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跟三体的那个舰队相遇，让它尽量被三体人捕获。所以这个计划它就被命名为阶梯计划嘛。为什么叫阶梯计划呢？就是它要尽量的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飞行器加速的话，那他就想到，那我直接我干脆，因为那个像Leo你学航天，你知道它实际上大部分能量它是在那个就是相当于进入轨道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个就是要加速的时候，它大量的燃料是在那个时候消耗的。一旦是说给它加到光速的多少，它做匀速运动的时候，而那个真空就是宇宙真空，它是没有摩擦力的，所以它的速度会就是基本上不会降低嘛，所以就是你加速减速，这2个时候是消耗最高燃料的，所以他们就计划发射一个太空舱，直接给它打到那个太阳系的轨道去。然后呢，不过我提前在各种就是计算到太空舱它要到达的轨道旁边，我去把核弹放到它那轨道里面，所以它的那个探测器飞到那轨道的时候，它会展开一个巨大的太阳帆嘛，来接收那个核弹引爆所产生的那种太阳风的高能宇宙射线的这个能量，然后它就会给它加速，然后它到了那个就是到火星加速一次，到木星加速一次，到天王星又加速一次，就像走楼梯的阶梯一样，一级一级的给它加速，最后可以加速到光速的1/1000，然后大概是说在未来的可能就是
200多年之后吧，它会被三体人给捕获，可是根据地球目前的这么一个科技程度吧，我们要送一个太空舱上去，你得派，如果是说真的你要派个人上去的话，就他们根本就是相当于你那个冬眠设备什么的，可能至少都得200多吨重，而前面他们计算的嘛，要这么一级一的给你那个加速的话，你带巨大的太阳帆，就像一个降落伞一样，它只能承载很小的重量嘛，它最后算到最多只能承载2000克的重量，比如说加冬眠设备200吨的，就算是一个人体的话，你也有至少60千克。你一个人只有2000克送上去，那怎么送上去呢？所以晨曦那个部门里面那些人都是一些鬼才，都是很多就是极端的实用主义、极端的那个功利主义者。晨曦的那个他的总的主管叫托马斯·韦德，他之前是俄罗斯克格勃的那个特工，然后就是他的口号就是前进，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那他就说，那我们就只送一个大佬上去不就行了吗？可是送一个大佬上去的话，那不是你得把人给谋杀了呀？他就想到了他的一个同事嘛，那个同事基本上是像父亲一样对晨曦各种慈爱，就是相当于在他工作上面非常耐心的指导他，就像师傅一样，而且还有几个2岁的小女儿，不是像父亲像大哥一样好，然后他还有一个2岁的小女儿。但是就是在那个极端的那个，就是在托马斯·韦德那个疯子面前的话呢，他就相当于给他下药，导致他就是开车的时候突然车祸，解剖的时候还发现不了痕迹，然后就想拿他的大脑上去，因为他首先他是那个就是间谍出身，然后又是懂航天的高级那个军事工程师。无论是心理素质还是科技能力还是对地球人的忠诚度，他都完全能够过关，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后来晨曦他不知道是下药，他还想哇，那天哪，他的女儿怎么办，他的妻子怎么办？但是他们后面搜救的就是他们那些同事之后就觉得哇，太可惜了，他当时那个药量没有控制好嘛，他整个人那个心脏骤停的时候，他是开车开到一个桥上的，然后直接那个车从过江大桥翻下去之后，找到尸体之后已经是2年之后的事情，他整个大脑都给泡烂了，没法用了，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晨曦他们这边那个阶梯计划就陷入了焦灼嘛。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说回时间线，拉回北京，说我们的那个男主云天明，然后云天明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云天明他毕业之后嘛。很快的就觉得哇，那看来还是我这个蒲公英也有春天嘛，看来我也不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然后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后来呢，他在被他的同事还给他数钱。他接电话去了，可能要一会儿吧。好的，你现在在哪里啊？我现在在家里啊。你家里是？我家里在陕西汉中。哦，陕西汉中啊。对。你有来过汉中吗？你跟肯是怎么认识的？你能听到吗？刚刚卡了一下。我的名字换了，刚刚修改成了我本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之前塔罗师的名字。对，就一般我们录节目都会用昵称，就是真名的话尽量不用。对，因为他让我取一个英文名，我说临时取一个因为我最近在改我之前塔罗的那个名字，就是不想搞得那么玄了。你现在是在成都吗？对，我在成都。OK。你有来过汉中吗？我没有来过你来过四川吗？我家就四川的，就是如果你坐高铁从成都到西安的话，就会经过汉中。我之前有运营一些商家，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西安的。就是在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它就是在那个景区旁边，然后做日料的。这是当时对西安的一个浅浅的接触，但后面出差没有过去。听你说你是学护理的，是吧？对，我的专业是学护理的，但是我毕业之后就没有做了。我有个姐姐也是学护理的，然后她毕业之后也没做护理。
哎，挺好的。那他现在在干嘛？他在当公务员。哦，挺好的。我觉得其实，在实习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一份工作了。对对，护理的话可能会比较累吧。也稳定吧，就看怎么想。所以你现在是在你老家那边工作吗？我毕业之后是在汉中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是辞职在家赋闲了，休息了。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就是因为不喜欢我的工作呀，所以才辞职啊。其实我觉得工作，哎，工作真的就是工作，可能不能满足我们的情绪吧，只能说，工作可能就是只能说能挣到一点钱，对把自己命吊着。对，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在工作里面是无法兼容的，或者是说你只能够兼容一定的阶段，然后它的保鲜期很短，因为工作本身的那个性质，你待久了之后，就会整个人就丧失灵气。是这样的。哎，你是那个 MBTI 的里面的哪一种类型？我不知道哎，其实我一开始测的话，我是 INTP，然后后面变成了 INFP，就它会变。然后我之前在用那个 APP 叫做，就是就是可以记录那个你的那个想法，然后它分析我记录的文字，它分析我说我是 INTP，但是我不知道，因为 IN 是不变的，后面我感觉一直在变，所以就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对，我现在刚刚回来了，十秒钟之前回来。好。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觉得其实随时都是在变的，人的命运以及这个那个就是性格嘛，性格决定命运，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然后你的那个行为可能随着环境，随着你自己的那个文化程度，你随时都会在变，然后命格也是随时在变。但是并不是说那个命是越算越薄的。对吧？我随时就是来监测我的这个就是命理，或者我随时去做体检，定期的，然后有问题给他解决问题，然后他实际上是给你一个指南针，告诉你这样子做你会得到什么结果，然后那样做大概率得到什么结果。在变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可你是什么类型啊？我好像都不知道哎，相处这么久。其实我是有多动症的类型。不过这个也不重要。对，好，那我们在继续我们三体之前，你们还有什么想聊的吗？这个故事就是，你已经讲了很长了，就是你后面大概还要讲多久？反正已经讲了1/3了吧？可能咱们这60分钟就讲出去了。不是，现在才有30分钟。好，那这样我就讲到一段，后面我们再根据那个啥的聊一些扩展，怎么样？那看你，反正我慢慢听嘛。对，好，那就是可能，对，你说啊，就是前面你不是讲了半个小时吗？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互动嘛，我是这样觉得。对，那我也尽量是说想问一些问题吧。它这个主要就是情节性的，但是很快马上高潮就要来了嘛。就前面不是说到云天明吗？他在给人卖了又帮别人数了几次钱之后，他就彻底就是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阴郁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他被检测出他得了癌症，就是他家里面都很普通嘛，他父母就各种对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后来他父母自己都出轨离了婚，然后他跟他爸爸住嘛，他姐也跟他爸爸住，他在北京只有一套房。然后他姐那个时候就不断的暗示，希望很不愿意他爸把北京的房卖掉，让他去治病嘛，因为有可能治得好，有可能治不好，而且各种化疗又很痛苦，然后就暗示他。那个时候国家的有一个政策已经出台，那么就是安乐死啊，就是不断的暗示他，让他去接受安乐死，接受安乐死。但是他觉得我现在安乐死的，那不就成全了你吗？你从小到大你也没有疼爱过我，反而还是相当于相互竞争。他就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基本上没有
没有对自己好的人，然后除了那个心中的白月光陈星，也不知道陈星现在在哪里，据说他去了美国。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嘛，也是不断的劝他安乐死，说你到时候安乐死之后，你的器官还可以捐赠给别人，化疗之后最后给他作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命运之手敲响了他的大门吧。就是他前面不是说大学有个同学叫 Cloud 那个哥们儿嘛，他后来去创业了，对吧？然后果然那公司就是连锁1轮、2轮、3轮融资，他已经成了一位亿万富翁了。然后呢，就相当于给了他3000万人民币的现金。他说：“哎，这个你干嘛把钱给我呀？”他说：“你拿这个钱拿去给你治病，而且当时要是没有你这个点子启发我，我现在生意也做不成。当时农夫山泉还想收购我们，去他，我才不想被你收购呢。所以我现在业务做起来嘛，而且非常感谢你，你拿去治病，照顾好你的身体吧。”后来云天明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他的那个医生嘛，他就去问他，如果现在我有无限量的钱，我可以去香港养和医院的那种，那我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得好？结果就是相当于他换了好几家医院，都告诉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他癌细胞已经扩散，已经没救了而他如果是想去周游列国的话，他现在这个身体这个体格也已经恶化了嘛，他想旅游的话他也没有那个体力条件。然后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前面不是说了嘛，联合国他有一个新兴防御理事会，然后他就搞了那个，就是前面有阶梯计划嘛，但是他需要经费，他需要圈钱啊，他就搞了有一个叫群星计划的一个项目，就是相当于去出售一些天上的星星，但那个星星的话绝对是至少是200光年以外的嘛，那样子最近的时候你不能是说阻碍那个人类的航空发展嘛，然后呢就相当于专门去卖给那些富豪嘛，然后这个时候云天明他就想，我心中的白月光陈星，要是我买一个星星送给他，那岂不是特别浪漫吗？我直接在我死之前匿名送给他，反正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真的是对我好，我觉得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浪漫的事情来了。好，所以后来他就走到了那个联合国驻京办嘛，那是一个郊区嘛，哇，要坐车坐好远好远，然后呢别人就告诉他，你这个3000万说多也不多嘛，然后你反正买的话也买不到什么，就是那种就是特别闪亮的星星，然后就带他到了那个就相当于离地球大概250-260光年远的一个地方嘛，而且那个星星你要瞪大了眼睛，在晴朗的夜空当中，哇，终于能够看得到。他说你看，如果预算再低一点的话，买的星星还看不到了，这个的话虽然你要瞪大了眼睛，你至少你也可以看得到呀，那要不就把它签了买了吧。资金的话除了我们的办公室的经费以外都捐给联合国。好，然后这个时候他旁边的女助理嘛，就是给他直接递来一本那个，哇，就是那种很高端的那个新产证嘛，都是有外皮包装，然后那种烫金体的签字，外头还有蜡封，给他一份特别豪华的新产证。哇，现在这个星星就属于你了。然后他说，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星星匿名的转让给那个谁，因为他后来他通过同学打听到了陈星的单位的住址嘛，美国，然后就准备把那个星星送给他嘛，匿名送给他，就是跟他交接的那个那位领导嘛，也是说，哎，那当然可以啊，我们会全力配合给你办这件事情的啊。后来女助理那个时候就很羡慕啊，我觉得哇，真的有钱人有钱真好。然后他就在走之前，他对女助理说一句，你不要羡慕，因为我就要死了。他就决定去安乐死了嘛，因为反正也没几天活着受罪每天都是病魔缠身，那也不如就安乐嘛。后来他就签字，最后终于决定去安乐了嘛。刘慈欣也通过倒叙的手法嘛，就是来记述，因为那个时候安乐毕竟人命关天嘛，他就相当于会反复的问你确定安乐死吗？如果确定的话，你请按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每一次他都会随机嘛，他怕你包括确定，手指一哆嗦，结果后来就安乐了。他是睡在一个那个相当于一个有点像那个牙医的那个床一样，就是护士就是给他的那个静脉肌肉接入了有那个导线吧，导线的话就是相当于插了一个针管，针管的话就是给他那个肌肉那个静脉注射安乐死的那个液体嘛，就跟那个死刑犯执行死刑一样的。后来他就通过倒叙的手法，你确定吗？确定吗？总共要重复5次嘛。他回想了他的小学、初中、高中，果然爹不疼娘不爱，除了我的白月光晨曦，没有人爱我的。我现在已经生无可恋了，我对地球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一圈的话，就是一个孤独的灵魂。然后就当他刚刚按下第5个确定安乐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女生陈星居然突然的冲到病房说 ：“No， 不，你不要死！”这个时候赶紧旁边的那个护士嘛，赶紧切断的那个电源嘛，那差一点那个液体毒药已经到那个导管里面来了嘛，差一点就要打到他身上去了，然后给他拔了。然后哇，他这个时候几乎喜极而泣，他说：“我这是在做梦吗？这真的是真的吗？我的女神，我日思夜想的女神居然就显化在我的面前，这难道真的是有奇迹吗？”
然后后来安顿好了之后嘛，他的女神就交代了他的来意嘛。他女神不知道，只是匿名的收到了一颗星星嘛，但是也不知道是云天明送给他的。他当时也开心了很久，但是后面呢，因为有任务嘛，说你必须得要找一个人，这个人他必须得是航天背景的，他得送上给他送上天上去，送2000克，只能送他的大脑，对吧？然后后来就左打听右打听，发现哎，我们当时的老同学云天明，据说他生了病，他得了癌症，他就要安乐死了。那死了之后火化的，多浪费呀！我还不如看赶紧飞回北京，就趁他没有安乐死之前嘛，让他去签约，去申请那个就是阶梯计划的志愿者啊。好，后来结果后来云天明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以为是我的女神给我创造奇迹，没想到你是来要我的大脑的，这连太监都不如，只剩下一个大脑，那我还有什么？到了3D 之后，而且我什么都不能干，完全就是透明人，暴露在就一帮外星变态的面前。而且3D 它那个文明，它是像商纣王一样极端的那个极权主义的那个文明嘛，我把我的大脑会浸泡在那种溶液里面，然后加各种各样的电击，来测试我人类的各种痛苦的程度，肯定就是基本上就不用想去了那里之后会怎么样了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作为那个志愿者嘛，然后在全球的各种各样的符合相应条件，他必须得是要生病的。如果你要把一个活人送大脑上去，那完全就是相当于谋杀嘛。同时呢，他有航天背景，他必须理工科技术过硬，而且他还不要表现的对地球太忠诚。如果是说他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爱球主义者，那3D 人的话根本就不愿意接近嘛。你必须得是有一点反贼属性的。所以最后就是千挑万选嘛，最后选中了云天明。他们云天明最后在全球最后10位志愿者当中脱颖而出嘛。然后上去之前嘛，当着联合国秘书长的面，他们要宣誓的嘛。就是别人说让云天明宣誓，宣誓我这一次走肯定我会为人类文明的利益，我要鞠躬尽瘁的。但是云天明他拒绝宣誓，他说去他妈的，我从来都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对我好，我现在我只是对现在这个地球没有任何的眷恋了，说不定去一个外星的星球，即使他们是所谓的独裁者、极权主义，那是也许他们还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的所以我拒绝宣誓。但是最后那你拒绝宣誓就拒绝宣誓吧，联合国秘书长也没有拦着他，然后呢就给他相当于做手术吧，哇，就是把他大脑最后从他的那个头颅当中取出嘛，然后赶紧浸泡在一个零下100多度的液氮当中嘛，赶紧给他冷冻，然后给他送到密封舱嘛。最后一刻，程心他在想，那他吃什么？他上去之后，3体他那边的他那个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嘛，我赶紧给他送一些水稻、小麦的种子给他送上去吧。那是最后一刻。就后来他飞天了之后嘛，托马斯韦德就告诉他，他的老板就告诉他，他说其实那个星星就是之前让你高兴的像小鸟一样的那个星星，就是刚刚送走的那位送给你的。我之所以到现在告你，我是怕你对他动了真情，然后你不配合我们组织的计划。最后陈英他想了之后，他就各种愧疚嘛，也是泪流满面。这个故事目前就到了这么一段落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反正就相当于对于那个情感方面啊，或者说对于那个就是年轻人的那个心态方面，还有包括整个科幻方面的一些想法呢？要不金叶先说吧。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刚刚那个，就是我 AI 了一下，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三体》嘛，虽然它很火，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立意，它讨论的那个就是这个故事的那个角度嘛，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感觉也刚好扣到我近期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它要呈现出来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冲突嘛。所以我会觉得，你刚刚问的问题是啥来着？我怕我说跑题了。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想到了近期现实的什么问题？现实的问题吗？我看一下，我用的这个 AI 是 DeepSeek， 然后呢，它里面讲到的就是着重，他就说了一下那个黑暗森林嘛，我可能就没有围绕你刚刚说的来讲啊，因为我想讲我自己我刚刚接触这个东西比较好奇的点，就他讲到说，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然后里面有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是，我找我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宇宙是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持枪的猎人。然后如果是说他们拿着猎枪嘛，
看到草丛里面有什么动静，那管他3021，赶紧打一响放过去，然后跑掉。哇，你都背得了是吧？就像背那个百年孤独一样。我有超忆症的，我基本上可能3岁的时候，半岁的时候，1999年的事儿，不是98年的事儿，我都记得。我3岁之前的事情完全只有一点点片段，其他的都没有办法。哇，我连我学说话说的第一个字我都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太厉害了？可能孟婆汤都没有喝透，对吧？所以你会出题的话，也是因为你的各方面综合体质是比较特殊。你说我吗？你说我吗？我觉得 Leo 他是我的师傅，是我出题方面的师傅。我出题的频率没有 Leo 那么高。我真的好好奇，就是你们俩出题之后，你们对于现实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吗？感受就是说，如果有人他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他 PUA 你，他一次又一次的说你什么都不是，否定你、伤害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就是驾驭自己的情绪，我们能够选择性的发火，而不是说那个就是直接一下失控而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然后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个讨厌的人，我们不会是说因为单纯的恐惧，然后表现得很软弱，而是强势，然后在化解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单纯的一味的去爱这个世界，理解世界，也不会说一味的去充满戾气我去跟他斗，而是说通过一些很巧妙的方式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所以出题的经验会带来，就是面对地球这个传统层面会有一种多一个视角，是这样子吗？对，然后我个人的那个理解嘛，因为我还在我这2天在剪，就是你有上一段视频，哇，看的我觉得这太有共鸣了，就相当于我们有处理经验之后嘛，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无论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还是说什么那个非洲国家，它所有的就98%的人可能就是一个 NPC，就是他每天可能都是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做着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打同样的招呼，但是他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来地球走一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出生、衰老、工作，然后挂掉，然后他可能到死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他有更大的可能性在灵性层面，他是他的那个创造者、观察者即是创造者，然后他其实已经拥有了无限，拥有了一切，而不是说被人为所定义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像所谓的金钱、人为发明的数字，对吧？你看天上飞的鸟，他们有钱吗？他们需要工作吗？他们需要朝九晚五吗？那他们饿死了吗？没有饿死吧？然后或者是说不一定我们必须得过那种就是所谓世俗意义上所定义的这个成功啊，然后反正这是我第一个感悟。然后第二个感悟的话，就是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教育嘛，比如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像我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嘛。然后我爸妈他就总说，哎，你千万不要跟人打架，打架都是，你打到医院里面去，你一定要偷偷的暗地里来学习，暗地里努力。将来你一定要考出我超过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争口气，你一定要有出息，对吧？就是所以后来我就忍气吞声嘛。但是后来那个就是高考中考的话，最后就是带着恨意的话，我反正就是他们说的其实完全不是对的，对吧？人家欺负我要硬刚他，我家里没有关系，没有后台，也没有钱，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我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我的尊严就可以任意的由一个人来践踏，我就得一次又一次的忍气吞声，忍气3年到他毕业嘛。而且就算我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就算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也并不能够说明我必须得去那个就没有去跟他那个直面冲突的这个权利。而且有一些人有一些时候，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要说小学生的话，我们教导小学生，那所有人都要你都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成人世界，对吧？黑暗森林宇宙的话，它在这个描述里面，它是丛林法则。当然，黑暗森林，我不太赞同，我认为那不是大刘的本意，那是一派胡言，对吧？但是就我们这个商业，尤其要做生意创业的话，你见到了哇1000个客户，
然后10000个人之后，你这个数据库足够大的话，你会发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它是确实是有那种很败坏、很糟糕的人，当然，同时也有很好的人。不一定是说要所有的标准都对同样一个人。没事的话就不要怕事儿，有事的话我们就解决，就直接解决。这是我理解到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些人他戾气比较重，然后他可能是他在他的那个浊恶事里面就是相当于累生累世的因果的牵绊，对吧？我们不需要管，不需要纠缠是什么原因，我们只需要就是我们会对他有一种怜悯，有一种同情。我会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哪怕不是说物理层面，只是精神层面、灵性层面，我们可以走得很远。他可能永远他到生老病死，他一直都是待在那里，一直都是原地踏步，而且他也是一种很可悲的一种人。我理解到了，这也是佛学里面所说的那个大悲咒嘛，那个悲慈悲就是同情心的意思。对，然后我对他有了一分的同情之后，那我就会就是相当于会在一定程度上宽恕他。对，分享的很全面。那只有那个5分钟了，然后 Leo 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今天又聊得比较杂了，然后从那个三体又转到这个出体来了，都有个体字。因为我个人对出体比较好奇。因为我跟这个肯啊已经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可能是做了一两年了吧，然后关于问我这个出体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有什么样的体会啊，我都已经在往期讲过很多了。然后那我去翻一下前面的，然后你就今天的一个主题你分享一下吧。对，那你就我刚刚所说的，你稍微点评一下，补充一下吧。我觉得姜才肯讲的那些绝大部分我还是比较认同吧，只是里面有一些可能还是稍有欠妥，但是大部分还是哪一些比较欠妥，你就直接说不认同好了。哪一些比较欠妥？我也不太好说，就是可能只是在一些用词啊、细节上面吧。就是他不是说你哪一句话说的不对，或者说是这样，只是我觉得你讲的那种方式，就是用的那些词语可能不太准确，或者说是带有一些偏激在里边，然后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在里边。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蛮贴切，就是我比较认同的那种出体之后的那种转变吧。对，这时间没剩多少了，要不咱重开一期？哎，对，好，那我们下期接着聊，就是三体，就是好，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